甚至其中还出现了一些势力因为争夺祖气之脉从而大打出手的局面。对于这种争端，一些大尊都未曾去阻止，这本身就是实力为尊的世界，争斗是难免的，唯有真正实力强的方才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机缘。各大诸天不就是这种规则的受益者吗？只要哪方强者获得的祖气越多，那么属于自己的一天当中，那元气就会变得更加浓郁精纯，气运也会随之暴涨，对于修炼者更是有着极大的提升空间。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，苍玄天在萧炎的率领下倒是收获颇丰，借助着萧炎强大的实力震慑一些势力强者，他们苍玄天一众人无疑是能够省略掉诸多的麻烦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古元天的1个月时间中，萧炎的实力也是提升了一丝，虽然依旧是最强主宰中期，但是距离主宰后期又变得更进一步了。除了元气底蕴的提升之外，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在那祖气的奇宝上，萧炎也是收获满满。萧炎伸出手掌，轻轻点了点手指上的那剑，只见得数十道流光惊奇的掠出，化为了一道道玉盒悬浮在其周身，在这之中各自有着一道祖气的奇宝。萧炎屈指一弹，所有的玉盒都是缓缓的开启，顿时5颜6色的光芒绽放出来，其中的一道道祖气奇宝散发着神妙的气息，直接是令得这山洞中的元气都是变得粘稠了起来。这里一共10道祖气奇宝，每人一道。萧炎对着眼前的苍玄天一众人说完，便是手掌一挥，这数十道祖气奇宝便是没入他们的眉心之中。而苍玄天的众人先是微微一震，即便是放松了全身，开始吸收着这些祖气奇宝中的能量。此时萧炎的左手中还有一道玉盒，将其中的祖气奇宝给拿了出来。萧炎则是有些期待的一笑，也不知道自己将这些祖气奇宝吞噬下去的时候，究竟能否有什么变化。萧炎静心盘坐，将手中的这一道祖气奇宝吸入自己的体内，开始炼化吸收者祖气中的精纯能量。这般吸收炼化祖气奇宝的能量，又持续了数十天的时间。在第16日的阳光照射大地的时候，萧炎感觉到自己体内的世界之力变得更加的磅礴十分。但让得萧炎遗憾的是，自己的实力依旧没有突破至最强主宰后期，看来中期到后期的差距还需要一段时间了。虽然吸收了诸多的祖气奇宝中的能量，不过还是无法达到突破的门槛，足以说明最强主宰中的修为越到后面将会是变得多么困难。想要突破最强主宰后期，果然不是那么容易。萧炎轻叹了一声，有些可惜，如今这古元天内强敌如云，不提其他天域的强者，光是那5大强族的风无痕和寒光里就足以让得萧炎感到棘手。而且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们又影而不发，的确是一群难以对付的人。不过萧炎也不会因为这1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实力上的巨大突破而气馁。等我在古元天内找寻到神灵之物后，便可吸收幻虚神火的火神本源，踏上那令最强主宰所向往的成神之路。萧炎手掌缓缓地握紧，眼神非常的坚定，想要守护自己的世界。主宰的力量已经不再是最强的存在，而主宰之上还有神奇，只有成神之后便可获得大咒中的神之力量，到时候便能够飞升第1等级世界，踏入那神之领域，获得更神圣的高级本源。而就在此时，洞口处忽然有者脚步之声响起，其目光投向洞口处，只见得是苍玄天的林飞和瞿武等人快步而来。这些苍玄天之人的实力在经过半月前的吸收炼化之后，也同样精进了不少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萧炎瞧得林飞瞿武2人后，开口问道。林飞走上前来，递过来一样东西，似乎是一卷皮纸。先前有人偷偷将此物给了我们苍玄天的人，上面是写着要交给你的。闻言，萧炎也是有些奇怪，不过旋即他接过皮纸，用世界之力探测了一下皮纸后，并未发现什么异常之处，方才将皮纸缓缓地打开，其中并没有任何的东西，只写着一行字，但就是这些字迹，让得周萧炎的瞳孔微微一缩，眼瞳深处有着怒意升腾。5大强族风族风无痕和寒族寒光里，将于近日对混元天的血海域、王熙一众人出手。上面写了什么？萧炎将皮纸递了过去，林飞接过一看，脸色也是有些变化。在之前，萧炎能够来到天元界，也是受了王熙的引荐，所以萧炎与王熙的关系也相对的比较亲近。如今这寒光里和风无痕竟然是打算对王熙出手，这一口气萧炎自然是咽不下去的。虽然王熙的实力同样也是最强主宰巅峰，不过对付2位皆是最强主宰巅峰的强者更是不敌，因为王熙所对面的对手乃是隐世的5大强族，其中的底蕴自然不会比血海域差多少。消息是谁送来的？萧炎问道。林飞摇了摇头，不知，接到消息的人也未曾看见来人是谁。瞿武沉吟一下，旋即道，消息会不会是假的？这是不是想要诱使你与寒光里和风无痕争斗？萧炎缓缓地说道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但是这消息是真的，他们如果真的对王熙一众人出手，那么我萧炎也不会惧意风族和寒族，隐世的5大强族又如何？动我身边的人就得先问问我。片刻之后，萧炎又沉吟了一声说道，不过此事我们倒是要好好策划一下。风族和寒族皆是隐世的5大强族之一，其中的强者也是数不胜数，可以和其他天域中的顶级势力之人联手的话就好办了。不过想要找其他天域中的顶级势力联手，基本是不可能的。在说话间，萧炎等3人走出了山洞，眼前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。此时天边有晚霞，他们所处的是一座绿荫葱郁的山头上，放眼望去，有着连绵无尽般的林海。如今随着众人对古元天的渐渐熟悉，如果观气台探测出一些低级的祖气之脉的话，萧炎与林飞瞿武等人几乎不用出动，交给苍玄天的其他众人就能够搞定。不过若是发现了终极祖气之脉，那还是需要3人中的1人出马。对了，
紫霄玉和武神玉的新营的在哪个方向？萧炎问道。这紫霄玉和武神玉乃是除了天渊玉之外最强的顶级势力，萧炎也想打听打听这两个势力如今的进展如何了。林飞立马回答道：他们应该在南边方向吧。好，立马启程。萧炎沉声道：既然这些天域的顶级势力队伍都在那边，我想寒族与风族也会在那边。如果真的有机会与这些天域中的顶级实力队伍联手，一起对付隐世的风族和寒族，也是有着正面对抗的资本了。接下来的数日时间里，萧炎便是与苍玄天的一众人抵达了古元天的南边地域。萧炎他们的到来并没有惊动任何人。如果寒光里真的对王熙出手的话，那必然会在周围设下暗哨。毕竟王熙等人也是混元天排名第4的强大存在，就算是隐世5大强族的风族、寒族出手，也要小心谨慎。林飞和曲武与紫霄玉中的有一人还算是相熟，所以在抵达之时，便是暗中联系到了这个人。紫霄玉的领地，一座营帐中，如今紫霞玉的领队者是一位长相惊艳的女子。此女子精致的五官，3000发丝纹风飘动，远远看去简直就是仙女下凡一般。她正是紫霄玉近些年中年轻一辈的天之娇女紫翼晴。紫翼晴坐在上位，冷冽的目光看了一眼萧炎与林飞等人，淡淡的说道：隐世的5大强族要对付血海域，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想将我紫霄玉也扯进你们之间的争斗中？萧炎则是淡淡笑道：不是，我们算是相互帮助。你们应该知晓，寒族与风族暗中联合，击败了古元天中许许多多的强大势力，也获得了非常之多的祖气之脉。恐怕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们的实力更是变得强大无比。而你们紫霄玉手里的祖气之脉，也是他们眼中的目标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他们将会一步步的击垮你们各天域的顶级势力，获得祖气之脉。到时候你们可就没有了强大的祖气之脉，到时候各天域中的元气不就是无法得到精纯提升了吗？这不仅对于你们有所影响吗？对整个天域都有所影响。听到萧炎的解释，紫翼晴的眼眸微微一动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他也把这种事情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，旋即低声说道：所以你们想要联合我们紫霄玉与你们一起对抗风族和寒族？萧炎也是没有否认，直接点点头，正是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着正面对抗这些隐世强族的实力，不然单凭我们其中任何一支队伍都无法正面对抗。所以我觉得此事你们紫霄玉可以考虑一下，而且你们也是聪明人，要知道最近除了风族、寒族等2大强族对其他强大势力出手之外，在我在赶来的路上遇到一些队伍，从中得知那另外隐世的3大强族也暗中联手，而且甚至有可能这一次的古元天之中，这些隐世的5大强族皆是已经暗中联手了。隐世的5大强族联手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们也开始要对你们这些各大天域的顶级势力出手，夺取更多的祖气之脉。到时候这隐世的5大强儒才是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中的霸主，这对你们而言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吧？紫翼晴自然听得懂萧炎所说的意思，的确最近有很多强者队伍皆是败于隐世的5大强族手中，由此可见，这些强族中的强者皆是有着一位最强主宰巅峰的存在，而且这些人的手段底牌更是强大无比。旋即紫翼晴也是认可萧炎所说，我们合作可以，但是仅凭我们2支队伍联合，恐怕不是那些隐世5大强族的对手。既然这一次我找你们联合，当然不止你们一支队伍，接下来我们还会与武神域以及天渊域等顶级势力强联合，可以说这是各大天域的顶级势力与隐世的5大强族之争。那么究竟哪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就不好说了。萧炎也将这一次的行动计划告知了紫翼晴，的确这一次以萧炎的计划联合他们这些顶级势力队伍，才能正面对抗这些隐世的5大强族。不过你要知道，这些5大强族中的领队者其实力极其之强，论单打独斗的话，就算是我恐怕也没有100%的把握。光是寒光里和风无痕便是很难缠的存在，再加上其他强族之人，你以为你打败了那梵天宫的梵音力，就有资格对抗这些连我都没有把我的强者吗？紫翼晴的目光再度看向萧炎，你的实力天赋在同辈中的确算是翘楚，但要说同辈第一，倒也是未必。最起码天渊域的李颖不见得就比你差，他可是如今年轻一辈中最出色也是最强天赋的第一人，要是和他合作，我第一个愿意。你有能力说服他们吗？萧炎有些讶异地看向紫翼晴，这女子看来是不太相信自己的实力，刚刚所说的话也是讲给萧炎听的。如果将天渊域的那一队伍也加进来，紫翼晴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位天渊域的李颖，自己进入古元天的这1个多月以来，也有听到过此人名字，除了大尊之外，这位李颖的实力堪称是各大天域的最强第一人。萧炎欣喜的一笑，其实对此他并不感到太过意外，紫翼晴的实力的确也是非常的出色，想要与这样的顶尖强者合作，就必须拿出一些让他能够信任自己的东西，而萧炎的实力却并不被看好。虽然此前萧炎的名气很大，但是他们这些身为年轻一辈的天之骄子，自然有一些傲气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最强主宰的顶尖强者，后来又是成为10大最强主宰巅峰的强者之一，足以说明紫翼晴的天赋与潜力。他在紫霄域得到紫霄大尊的青睐，整个天元界之中能够找出来比他更高的天之骄子都是屈指可数，而且就连专逐大尊对紫翼晴都是充满赞叹。这些如今都是天元界中的后起之秀，他们作为老牌强者，自然感到欣慰无比。不夸张地说，这些后起之秀的天赋可不比当年他们老牌差。不过此时林飞和瞿武等人也是一脸看向萧炎，沉默了片刻，最终缓缓地说道：
刚刚萧炎说的很明白了，隐世的五大强者皆是暗中联手对付各大天域的势力，要不了多久，恐怕他们的目标都是会瞄准你紫霄域、武神域，甚至是天渊域。我们还不合作，更待何时？见到苍玄天的人也这样说话，紫霄域的紫疫情也是暗自默认。的确，他们所说的话也是有些道理。这样吧，最近我会找机会安排一下，如果到时候那五大强族的寒族、风族真的对血海域出手，那我们可以联手一起对抗。本来我紫霄域是不打算介入你们之间的恩怨，但既然这些隐世的五大强族感激于我紫霄域的祖气之脉，那么就由不得他们了。此时，紫疫情的眼眸中散发出寒气，几乎是将空气都要冻结了一般，那声音也是犹如冰封一般的冷冽无比。在距离萧炎他们数十万里之外的一座山谷，在山谷的高处之上，寒光里山者御扇，眺望者远处，片刻后开口说道：血海域周边的暗哨都不下去了吗？已经布下，血海域任何队伍中的人外出，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在寒光里的身后，一位壮硕的男子声音沉闷地回答道。寒光里满意的点点头，眼中有着浓浓的期待之色涌现出来。血海域的王熙与那萧炎关系颇好，能够将其人制服，那么那个叫萧炎的就会再度出现，到时候便可以将其一网打尽。此时站在寒光里身旁的那位灰白发色男子悠悠说道：血海域虽然在混元天中排名第4，但是那王熙到时候拼尽全力战斗，也是一位比较棘手的对手。虽然也是最强主宰巅峰的强者，但是如今我的实力同样与他一样的层次，而且自进入古元天以来，这里的祖气之脉让我的实力更是提升了许多，到时候就算1对1，我看他也奈何不得我。况且如果到时候他们有什么强大的底牌，到时候不还有无痕兄吗？寒光里转头淡笑地看着后者笑道：风无痕的实力的确比寒光里还要强上一丝，所以就算血海域的一众人到时候有什么底牌，他们也可以将其制服。作为隐世数千年的五大强族，自然是有着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强大底蕴。血海域还是不惧怕，最让我忌惮的乃是天渊域的那一支队伍，那位叫李颖的强者，可是各大天域中的最强第一人，其实力深不可测。此前雷族的雷雅与之交过手，竟然都无法击败那位李颖，而且最后雷族都被逼退。天渊域的李颖的确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对手，连雷族的雷雅都没有对其讨到好处，那家伙不好惹，恐怕能够对战天渊域的李颖，只有暗天族的暗令兄才能对抗了。风无痕说到暗天族的暗令之时，眼神中都是透露出一丝崇拜之色。暗天族也是隐世的五大强族之一，其中分别是暗天族、雷族、风族、沙族、寒族，其中暗天族可以说是五大强族之首，雷族第2，风族第3，沙族和寒族基本实力底蕴相当，皆是名列第4。只要我们暗中联手击败紫霄域和武神域的这些队伍之后，只要联合起来对抗天渊域，也只是轻轻松松的事情。就算李颖再强大，也不可能一人敌10手吧。寒光里舔了舔嘴，嘴角泛起了冷笑。只要解决了紫霄域和武神域，那时候的天渊域可就没有可以联手的顶级势力，这天渊域还不得任由我们五大强族联手宰割。寒光里的眼中掠过一抹轻蔑，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摇着扇子慢悠悠地走下山去，开始对血海域一众人进行安排计划突袭。不知不觉又过了5日的时间，血海域的队伍探寻到一处终极祖气之脉，将会由一名老牌顶尖的最强主宰巅峰强者带队，而王熙正是此次带队的领头人。此时某一处的营帐中，寒族的寒光里望着面前的通信卷轴，目光炽热地停留在王熙的名字上。王熙，接下来我们寒族将会瓦解你们血海域，到时候你们所得的祖气之脉很快就会落到我的手中了。要怪就怪你和那个萧炎的关系很好，我们也只能拿你开刀了。好戏开始了。寒光里挥了挥袖袍，起身走出了营帐，旋即身躯上有着一丝星光在流转，下一刻便是凭空的消失而去。某一处的山域，一直数几十位的队伍驻扎于此，营地中有一簇簇的篝火，驱散着夜色。王熙俏立于营地所在的山丘之上，眼眸轻轻闪烁地望着那被夜色覆盖的山林。这支队伍的率领者是血海域一众老牌队伍，实力不弱，而此行的任务便是捕获这片山脉中的一道终极祖气之脉。当然，这只是明面上的，他们真正的目的还是引诱寒族等人的现身。因为萧炎这几日的时间里，已经将寒族突袭血海域的信息告知，所以这也是一场局。不过他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几天的时间，那寒光里却并没有现身，想必是在暗中确认着是否有着其他顶尖势力的联合。但是萧炎和林飞他们都是准备的极为充分，那寒光里再如何探测，都无法将他们这些人发觉。其实对于此次寒光里要对王熙等人出手，那么萧炎知晓寒族的强大，必定会在第一时间来将此事告知王熙。王熙在纪元遗迹中可是对于萧炎等人也有着不少的照顾，而且还将萧炎几人带回天元界修炼这方大界的资源，更是无疑的感谢。而就在这一瞬间，萧炎通过强大的主镜灵魂探测间，便是敏锐地发现在这处黑夜中，似是有着一道极为炽热的目光正对着王熙一众人投射而来。萧炎那清澈的明眸深处却是有着一丝冷意掠过，寒族一众人竟然已经埋伏在此处了。篝火升腾间，王熙突然感觉到原本喧闹的营地变得安静下来，
这领的眼眸一凝，目光转向营地，只见的一道道身影皆是原地站立，他们正是影视5大强族之一的韩族那支队伍。王熙眼眸冰冷地望着这些诸多身影，只见得那人群之中，一道身影缓步地走了出来，在他的身躯上散发出令人压抑的强大气息。不过见到此人的面貌时，王熙暗自喃喃道：果然是韩族之人。随着韩光里的出现，便是面露地看着血海玉一众人微笑道：你们就是浑元天排名第4的血海玉吗？领队者果然实力不凡，竟然也是一位最强主宰巅峰之人，不知能否将你们手里的祖气之脉交出来。等韩光里说完，一道充满着低沉之声的喝声便是如雷般的在这山林间炸响。与此同时，虚空中竟然已经有着元气凝聚，化为一道巨掌，直接对着韩光里的方位轰然而下。韩族虽然实力强大，我也听过你最近击败了诸多强大势力，夺取了祖气之脉，可是想要从我王熙手里夺取祖气之脉，那就得看看你们韩族能不能吞下了。那蕴含着低沉之声的战意响彻整个山林之时，弥漫着强大的元气破风声。看得出来，王熙这突如其来的攻势让得刚出现的韩光里也是有些错愕，因为他都没有想到自己刚出现就被对方的这位强者一记猛攻，旋即他方才猛然的警觉，只见其嘴巴一张，强大的元气自体内喷涌而出，直接是在其面前化为了一道光盾。王熙这一记猛攻洪流与那光盾狠狠地相撞在了一起，瞬间能量的余波快速地蔓延开来，附近的林海都是瞬间被摧毁了一大半。韩光里的身影后退了几步，旋即稳住了身影，面色有些变化的不可思议起来，眉头微微皱起。厉害，没想到一出手便是用全力施展，不愧是与我同等境界的对手。你们隐世的韩族竟然真敢对我血海玉出手，当真以为自己很强？王熙眼中杀意浮现，先前暗中他已是知晓了韩族的目的，自然是有些怒火中烧。血海玉可是各大天域中排名第4的存在，要打他们的主意恐怕并不会那么好打。闻言，韩光里的眼珠子转了转，掀起冰寒决然的弧度说道：血海玉的强大，我韩族今日就想要领教一下了。王熙冷声道：从现在开始，在这古元天之内，你们韩族就是我血海玉的敌人了。此时韩光里脸庞上的笑容开始收敛了起来，他倒是没想到这王熙如此的刚烈无比，此言一出，怕是要与之不死不休了。韩光里双目微眯，淡淡的道：王熙，你是血海域的领头人，既然不把祖气之脉交出来，那么就不要怪我对你开刀了。既然好言相劝无果，那么你们就付出惨痛的代价吧。王熙化为一道流光，速度极快，一闪之下便是凭空消失，再度出现的时候，已经出现在韩光里的身前。见状，我韩光里只是冷哼一声，旋即一拳轰出，强大的元气在拳头表面疯狂的流转，看似简单的一拳，却是引得虚空都是微微的崩裂而下，可见其元气的底蕴是多么的可怕至极。韩光里的拳头与王熙的攻势碰撞在了一起，虚空都是隐隐的有些扭曲动荡起来。韩光里的实力也是最强主宰巅峰，所以双方的攻势谁也不让谁。当力量达到一个极致的时候，王熙身上的元气再度变化，竟然是化为了一道锁链，闪电般的窜出，直接缠绕上在了韩光里的身躯之上，并将其牢牢束缚。不等韩光里有什么反应，王熙再度轰出强大的一拳，直接对着韩光里呼啸而去。不过就当这强大的一拳直至韩光里而去之时，他则是发出了一道冷笑之声。下一瞬间，他的身躯上竟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，直接燃烧了刚刚束缚在自己身体上的枷锁。然后韩光里猛地抬起双指，指尖强大的元气汇聚而来，最后化为一道火焰光束喷射而出，与那爆射而来的强大一拳碰撞在了一起，旋即爆发出可怕的能量风暴，两者皆是纷纷湮灭。王熙，你果然很强啊，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已经达到这种地步。虽然韩光里嘴上夸赞着王熙的强大，实则他还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力量。别说废话，使出你的真正实力吧。王熙直接回对道，对于韩光里的实力可不止这么一点而已，不然也不会击败各大天域中那么多的强大势力，夺取了祖气之脉。好，那么我10招就把你击败。此话一出，令得王熙都是微微一惊，自己的实力乃是最强主宰巅峰，怎么可能会10招就将自己击败？黑虎之力灌入我身。韩光里手中则是突然出现一道奇宝，然后对其元气输入后，一道可怕的力量自这奇宝上散发进入韩光里的身躯之上，一道黑色的光芒附在肉体边缘，散发出可怕的能量波动。这是神器。王熙一眼便是知晓韩光里刚刚手中的奇宝便是神器。韩光里没有否认，你很强，我只能拿出神器来对付你。就凭你这神器也不可能10招之内击败我，你有神器那么我也有。说完，王熙的手中便是出现一道盾牌，这乃是72大神器排名第55的刑天盾。刑天盾拥有极强的防御能力，甚至可以防御对方的强大力量，并且从刑天盾上所散发出来的黑气可以瓦解对方的一些攻势。当然，刑天盾的黑色气息强弱取决于使用者，只要使用者的境界实力够强，就能够发挥出刑天盾的更多的力量。但是就算见到王熙拿出刑天盾，韩光里也不曾出现一丝惶恐之色，因为他的神器似乎排名更加的靠前一些。让你看看黑虎之力究竟多么的强大，攻破你的刑天盾。韩光里眼中的那股气息越来越浓郁起来，
直接将身上的黑虎之力尽数的汇聚在自己的双手之上，一掌直接拍出，那黑虎之力竟然幻化成一只猛虎直逼王熙咆哮而来，而且不止一道猛虎，旋即又出现了5到8到10道的猛虎身影，皆是龇牙咧嘴，脸庞上极为的狰狞，发出巨大的咆哮之声，皆是对着王熙暴冲而来。猛虎所过之处，竟然连空间都被那尖锐的利爪给撕碎开去。强大的黑虎之力在寒光里的全力催动下，发挥到淋漓尽致。这就是寒光里所说的10招吗？10招同时击出，相当于是王熙在这一刻面对了10道寒光里的攻击。刑天斩。王熙见状，也没有任何的隐藏实力，直接选择施展全力，自身的强大元气疯狂的运转起来，直接灌输在自己手中那刑天盾上。随着最强主宰巅峰的高密度世界之力涌入进去之后，刑天盾便是发出一道黑色光芒，旋即这道黑色光芒则是化作一道巨斧，在其上散发出可怕的神气力量。这正是王熙的最强招式。刑天斩形成之后，在那表情极为凝重的催动之下，直接朝着向自己猛冲而来的10道猛虎当头劈去。刑天斩的力量巨大无比，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。黑色巨斧冲上天际，犹如是开天辟地的巨斧，散发出夺目的强大黑芒。那恐怖的声势直接洞穿10道猛虎的空间。在黑色巨斧劈下的那一瞬间，可以清晰的听到有龙吟之声开始响彻天地，强大的爆破声瞬间炸响而开。不管是血海域还是寒族的一众强者，皆是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。这等程度的对碰，就算是那些最强主宰初期或是中期的强者都无法参与其中。如果一旦被这些对碰之下所反射出来的强大能量波攻击的话，不死也的是重伤。天空之上，那10道猛虎被王熙的刑天斩瞬间斩杀了8只，而最后还有2只冲向王熙所在的方向。可怕的力量直接锁定了王熙的气息。最后2道猛虎怒吼一声，身影直接是一前一后的进行最后的攻击。王熙刚刚的刑天斩的力量已经消散而去，体内的元气也已经消耗一大半，因为刚刚所施展的乃是自己最强的招式，再利用神气力量的加持，已经是自身最极致的力量。可是就算如此，也才击杀了8道猛虎的攻势，这最后2道对于王熙来说非常的危险。